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是在南京火车站啊，现在呢已经开始通知检票了啊。现在呢我们顺着高架前往6号站台，现在呢有列车刚刚进站啊。大家看，为了防止逆行，南京站的这个进站铁栅栏还没打开，现在工作人员呢把栅栏打开了，我们从6号站的手扶电梯下去。上午的南京站是非常忙碌的啊，现在在6、8、9、10号站台呢均有一趟列车正在上下客。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即将要乘坐的这趟列车，这是由成都西开往上海的快1155次列车。这趟列车的开行时间呢达到了31个多小时，沿途停靠了26个车站啊。接下来看一下这趟列车的上座情况。这趟列车呢今天呢在南京站已经基本上是坐满了，这时候对面站台正好停了一辆 CR200 界型动车组。按照惯例呢，这趟列车呢肯定是跑临济线的一趟城际列车啊。接下来11点02分，快1155次列车由南京站正点发车，前方呢即将到达镇江站。对面的这趟 CR200 界动车组呢正在做发车前的准备工作啊。现在通过红山路立交桥，铁道上呢有工人正在进行维护作业啊。虽然是 K 字头的列车，但是跑的还是挺快的啊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南京东站姚化门边走站啊。接下来呢又开了10几分钟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南京东边的一个老车站，这里也是南京的龙潭站啊。不远处站台停的这趟绿皮列车看上去应该不是普通客车啊，我估计呢应该是维护铁路工人住的露营车。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水泥集团南京龙潭水泥厂啊。这个水泥厂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。早先的话，南京龙潭这边的山体里面，这些岩石成分呢是非常适合制造水泥的，所以中国近代的第一家水泥厂呢也在这个水泥厂附近不远处啊。接下来又跑了10几分钟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镇江句容市的地界了。现在铁路两边的这个小集镇呢，就是著名的高资镇啊。很早以前的沪宁铁路呢，在高资站是办理客运业务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进入了镇江市的地界，前方看到的这座小站呢，就是著名的600度车站。这个车站呢是一个避让车站，有很多沪宁线上的货车呢会停在这里，避让比他们跑得更快的普通旅客列车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镇江的东郊了啊。前方看到的这座大楼呢，就是镇江国家高新区的管委会。这里呢，也是镇江唯一一个国家级的高新区，它是坐落在润扬大桥地区，交通呢十分的方便啊。经过40多分钟的车程以后呢，现在列车呢开始减速，前方呢即将到达镇江站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做好下车的准备了。南京到镇江站之间的绿皮车呢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每天呢，基本上还保持着1小时一趟列车的这个密度啊。我们现在到达的应该是镇江站的2号站台啊。那么下行方向的话，在镇江站有2个站台可以停靠，分别是1号站台和2号站台。一些 K 字头的列车在镇江站停靠的话呢，一般就放在2号站台停靠。现在看到的这里呢，是镇江站的地下出站通道。那么大家要注意了，从镇江站出站的话，分别有南和北2个出站通道。现在这个方向往左呢就是北出站口，往右呢则是去南出站口啊。如果来镇江是去万达广场和长发广场方向的话，那从南出口呢出站是非常方便的啊。而且镇江站南广场的候车楼呢是24小时开放的，北广场的那个候车室呢在夜间呢是关闭的啊。现在看到的这里呢就是镇江站南广场的出站口啊。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里刷身份证走地道出站了。那么镇江的人口相比于南京来说就少很多，所以镇江站感觉就非常的冷清啊。每次来镇江站的这个地下通道，即使是周末都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了。而且这个地下通道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商铺在经营，但是感觉人流量都并不是非常大。接下来顺着指示牌再往前走一点呢，就到了南广场出站口的地面出口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走这个扶梯上去啊。镇江站南广场出站口对的这条马路呢，就是黄山西路，然后这边呢就是镇江万达广场。我们的正前方呢是长发广场。镇江站南广场这边呢，算是镇江一个比较大的商圈了。
这边呢也是镇江老城区比较热闹的几个地方之一啊。